举办本地的杂菜饭摊、竹草摊、粤菜酒楼、餐馆，一定有一道家喻户晓、大人小孩都爱吃、外国人也非常熟悉的粤式菜肴——咕噜肉。那么从古至今，从原乡传到本地，这一道作为粤菜经典的咕噜肉，在制作方面起了怎么样的变化呢？还有咕噜肉的古早味又是什么味道呢？请跟随我的脚步，和我们一起寻找咕噜肉的古早味。帅本身，我来了。 Hello， 你好你好。嗨，大家好，我是 Chef Benson，我入行13年。我的师傅曾经跟我说过，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食物。作为一名厨师，尽力问心无愧地呈现食物的传统精髓，就能表现食物的美味和完美。我认为古早味就是人们一直寻找的消失的一段回忆。 古早味食物则是人们通过味蕾来唤醒一段段与美食相遇的记忆。哇，帅本身，你的这一道咕噜肉有什么特别吗？哦，这道咕噜肉其实是我的妈妈每次在家里都会煮的一道菜来的。因为以前我们就是一家人全部住在一起，那晚餐都是5菜1汤啊，7菜1汤，不是很贵的东西，就是鸡蛋、肉、菜这样。但是很丰富的晚餐，对很丰富天天都是这么吃，对啊因为都是阿嬷在做的。因为整家人应该有整10个人住在一起吧。哦，所以这一道咕噜肉我一定要来尝一尝了。它跟我们一般吃的版本有一点不一样咯，嗯，你的咕噜肉是偏甜的哎，偏甜。是特地要为了让小朋友爱吃这个咕噜肉，所以煮的比较甜一点吗？对呀、而且它里面的材料其实有很多的。嗯，来看一下，黄梨，其实配菜里面有黄梨，可是酱汁里面其实也有黄梨的。酱汁有黄梨什么意思呢？它就是酱汁本身是熬出来了，就一锅，然后黄梨啊、洋葱啊、番茄啊、酸梅酱啊、番茄酱啊、醋啊、片糖啊，全部一起熬那个。阿嬷的版本的。嗯。哇，那真的很多工哎。因为我的太公啊是酒楼的主厨来的。所以他从小啊10多岁就跟着他爸爸在厨房里面，就是学他的爸爸这些菜，所以他的菜色其实都是酒楼菜来的，很讲功夫的。很好，我觉得这一次呢，我们要还原这个咕噜肉的古早味是找对人了。对对对，我也是想要去寻找这个咕噜肉的古早味到底是怎样做的，然后去追寻一点跟我妈妈的回忆。太好了，那我觉得我们应该先从日常生活中出发，我们就先去寻访一下杂菜饭档口的咕噜肉。好。Hello， 你好。老板你好。你好你好我要点什么啊？我要那个芥蓝跟那个起司蛋。我要那个高丽菜，好的好的，还有老板，你们的咕噜肉呢卖完啦有现在在煮了，你们先做，等下我们拿给你们。 ？OK， 好，谢谢，谢谢老板。哇，哇，等等，2人份呐，这个是。没有了，请你们吃了。其实2个人吃哦，差不多是10多粒而已了。哦，这边30多粒。有啊，那我们不客气啦。哎呦，真可爱，你的咕噜肉，一颗一颗小小颗的哦。很贵耶。很脆哦。是啊。而且那个感觉是薄薄的一层香脆的，它的酱汁也没有说很浓的淋在上面，它就是感觉是轻轻的裹在肉外面，哎，太棒了耶！谢谢。那老板，你卖杂菜饭已经有30几年了吧？有32年有。那你不可以告诉我们哦，杂菜饭的档口是什么时候出现咕噜肉的40多年前就有了咯。以前我小时候10多岁的时候，我们去杂菜饭档，他们就已经有卖这道菜了。哦，那老板，你觉得杂菜饭的咕噜肉
跟餐馆的咕噜肉不同的地方在哪里？餐馆的是现做现卖嘛，所以比较脆，比较好吃的。像我们卖杂菜饭，因为我们的营业时间比较长哦，我们多数是等到繁忙时间的时候，我们才煮出来，吃了就比较脆爽口。不然1个小时过后啊，它的肉湿湿啊，没有这么好吃。所以你有做一些什么特别的处理方法吗？从那个粉那边哦，我们是用粘米粉和薯粉掺在一起，上在那个猪肉上面，然后你才拿去炸。那用料方面呢，跟餐馆做的咕噜肉有很大的不同吗？其实都是大同小异。像我们配料，我们都是放黄瓜、大葱跟番茄。像餐馆他们有加黄梨下去，但是因为黄梨如果你放太久哦，它会坏。那么肉方面，你们是用哪一些肉来做咕噜肉？我们没有要求啦，因为现在我们是卖的是经济饭嘛，是走经济路线嘛，所以那个价钱我们是考量内啦，最便宜的啦。而且那些猪肉商送给我们的猪肉已经是切好的了，比较方便啦。因为以前我们用新鲜肉嘛，那个时候很麻烦啦，我们要自己拍打啊，给它肉送啊。哦，可是你拍是怎样？就是说用刀这样去，用那个刀柄这样跟它敲。那个你是从哪里学来的？以前30多年前我做学徒的时候，在餐馆的时候，我学的第一道菜就是咕噜肉。哦，所以那个时候你学的时候，他们做咕噜肉用的酱料有哪一些？它里面有什么材料？番茄酱、辣椒酱、酸梅酱、白醋，他们放那个 fruit sauce 啊，那个炸面包他们放那个酱放2罐。什么酱 ？mix fruit 的。哦。他们放那种，还有放一点那个 HP sauce。HP sauce 是什么 sauce 啊 ？HP 酱是西式的一个酱料来的啦，它是增添那个酸味哦，给它比较香一些。可是古早味的咕噜肉不可能用这样多材料吧？还有什么 HP sauce？他们有啦，以前我进餐馆30年前的时候，他们已经用了。因为那个头手酱是香港师傅传下来给他的。哦。但是到我们这边，因为那本钱的关系，我们就煮比较简单啊，简化一点。只要那个效果达到就 OK 了。达到那个干脆、酸跟甜就可以了。以前我做酒楼的时候，我问他为什么酸甜肉你们叫古老肉？他们以前在他们吃来不会停的嘞，他们一直吃，他吃了咕噜咕噜咕噜，所以他名字就叫了咕噜肉咯。哦，那依你的理解啊，咕噜肉的古早味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重点就是那个肉了，肉如果有一点肥肉哦，比较好吃。而且你们煮的时候要有点酸，也不要太甜了，不然人家吃了怕。酸甜别人，这样小孩子也喜欢吃。谢谢刘老板，你今天给我们的这分享已经很丰富了，让我们更加了解这个咕噜肉。好，希望我们要继续的吃。好。听说这家煮炒档呢，他们是以老菜新做的方式推出创意菜肴。这里有一道黑色咕噜肉，很特别哦。你好，哇试试看我们的咕老肉。请坐，请坐。谢谢。为什么你们会想到推出一道黑色的咕噜肉？我们想要吸引一些年轻人又保留一些传统的煮法，因为我们想在味蕾跟视觉方面做一个不一样的做法了。视觉可以吸引年轻人，味蕾的话就可能会比较古老的方式去做，那也可以吸引比较喜欢传统食物的人。你们推出的这个一粒咕噜肉啊，就是一口吃这样，对不对？就是一口放在嘴里就可以了。那我来。你们用的是什么肉呢？还有用的是哪一些调料呢？我们现在用是3层肉。以前阿公阿嬷的年代的时候，他们是比较喜欢用肥一点的，但是现在人家比较注重健康嘛，所以我们用了比较瘦一些，7层瘦
三层肥的感觉。山豚肉我们切成2片，然后我们揉在一起，然后沾一下竹炭粉，然后拿去炸的。竹炭粉。对。哦，所以它才会这么黑。对，因为竹炭粉脆度会比较不错。老板，我觉得你们的伊利咕噜肉呢，感觉是偏酸的啊。对，之前会更酸。之前我们用这个黑醋比较多，是为了配合这个竹炭的咕老肉。自从我们有问一下客人的意见，然后我们就做出了一点改良，我们就加了一点番茄酱啊、糖啊，融合它整个味道，变成稍微不会那么酸。所以老板，你们是以老菜新做的方法来推出你们的各种创意菜肴嘛？对。所以你们的这个伊利咕噜肉跟传统的做法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我们的菜谱是跟朋友的一些阿公阿嬷啊，他们就是说教我们这样的食谱，我们做出改良，用竹炭来做，说人家看了会可能比较黑一些。其实基本上酱汁跟煮法其实基本都是大概一样的。我们自己本身也是喜欢古早的味道，但是我们为了就是有那个新鲜感，我们把古早的味道跟新鲜感的味道合在一起。卖相方面它就是比较新潮，对啊，但是我们都是联合在一起的，变成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伊利咕老肉的产品。对。虽然这个咕老肉已经改头换面了，但是还是很吸引人，我也很喜欢，谢谢，也很好吃，好味道。谢谢。说到咕噜肉呢，就不得不提港式菜肴哦。那我就认识一位在新加坡定居了30多年的香港师傅，我们现在就去找他。好，走。陈师傅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今天呢，我跟 Chef Benson 来这里是要跟你了解一下，到底港式的咕噜肉还有跟新加坡的咕噜肉有什么不同呢？没问题，我马上煮给你试试看。好的，师傅，谢谢。谢谢。哇，陈师傅很用心哎，为我们做了2道不一样的咕噜肉哦。对，我就看到一道是比较常见的，就有那些黄梨啊、灯笼椒啊，然后另外一道我就看到有桥头，形状也不一样哦。对呀，我们试试看。先吃古早味的。哦，这个是古早味的。对。OK。古早味的有桥头、黄瓜、番茄，然后汁比较多一点的。对，比较水一点。80年代之后，古老肉就改成肉丁状了，口感也比较好。在配搭方面，我们就用3种的灯笼椒啦，有黄的、红的、青的，还有一点辣椒、葱段、新鲜的黄梨，就是2个版本不同的。如果觉得这一碟咕噜肉会比较软一点，这个会比较扎实一点。而且这个味道比较重一点。对，就是它的酱汁感觉比较浓郁。还有刚刚咬那个桥头，哇，很酸哦。对啊。桥头其实是一种广东一个腌的材料。我在学徒那个时候，就是听老师傅有把桥头啊、酸酱啊加进古老肉里面炒。还有他们也有放在酸甜鱼上面。给它增添那个口感。那陈师傅，你来到新加坡之后，有没有听说当时就有人用桥头来做咕噜肉呢？20-30年前我来到新加坡，就没有尝过用桥头还是五柳做那个古老肉，反而在香港就有用那个五柳加进古老肉里面炒。那香港的老师傅啊，他们腌这个肉的时候啊，是用些什么材料？通常都会用一点玫瑰露酒。玫瑰露的作用就是好像有时候猪肉有点腥味吧，去掉它。还有腌了的肉会有一种玫瑰的香味。而且它酒精比较高，所以也是会令到那个肉松软。那个酱料方面呢，是不是因为随着人们的口味的变化，然后也起了一些不一样的改变呢？对，以前早期那个古老肉，我尝到那个味道就是很普通的白醋啦、番茄酱啦、水啦、糖啦，但是现在要不同嘛，我偷偷跟你分享一下。不要跟人家讲哈。我们的酱汁有糖、米醋、番茄酱、酸梅酱、山楂、OK 酱。OK， 这几样我好像还挺熟悉，就是 OK 酱。什么是 OK 酱 ？OK 酱是一种西餐的常用的调料，它有一种很浓的苹果香，它的酱带点酸，所以带动到那个古老肉
更上一层楼。那陈师傅，如果我们要还原古早味的话，你有什么建议呢？如果做法就是肉的选择，我会用五花肉了，但是那个肉不需要特别去吃到一粒一粒，因为古早味好像妈妈做的菜，它都会有不规则的形状出来的，最重要吃得饱，那味道好，但是重点最重要你留多点汁，因为以前他们很注重配饭，所以留点汁可以下饭，现在就不同，现在很多不吃饭了，吃面啊，所以就没有多余的汁了，刚刚包裹的就好了。而且如果你太多汁，它会没有这么脆。那你听到陈师傅的分享，你要牢牢记住哦，到时还原成不成功就看你了。谢谢陈师傅。OK。听说这间店呢，从香港来到新加坡开分店，还带来了一道冰与火2重奏的咕噜肉，我一定要去尝一尝。这是你的冰镇咕噜肉。哦，哇，我都还没有吃呢，我就可以感觉到这个视觉上的享受了哦。好了，那我要趁热吃啊，应该是趁冷吃，对不对？对，真是很漂亮哦。外面冷冷的，好像冰块一样。对，里面是热的，而且那个肉是很滑的，带肥，但是不腻，然后它也不会太酸，它有点甜的感觉。酸甜的味道。我感觉这种冷热的配搭好像是在吃甜品一样。所以师傅用的是什么肉呢？我们用的是猪颈肉，猪颈肉部分肉质会比较嫩，虽然看起来油油的，但吃起来它并不腻。那你的这个猪肉裹着什么粉呢？以前的老师傅通常都是用那个生粉来裹的，那么现在我们将它改变了一下，用了那个脆酱粉。当你吃起来的时候，外面还有一层有一点脆脆的感觉，配上这个冰块的话，效果比较好。而且配上水果也很清爽。对。这个咕老肉煮法上有什么不同吗？基本上我们都是跟着传统的做法去做。颜色方面呢，我们是加了红曲米，当你熬煮之后，颜色会比较鲜艳。然后我们也加上了片糖，它会带来一个焦香味，然后它的糖分也比较充足，所以当你碰到冰块之后呢，它会变成糖浆。所以这个肉外面除了这个脆浆粉之外，还有裹上了一层什么东西，亮亮然后脆脆的。其实是酸甜酱汁，生冰会凝结酱汁，所以咕老肉的外层会像糖衣一样。哦，那你们的这个咕噜肉的酱汁啊，跟一般的咕噜肉的酱汁有什么不同呢？其实是蛮一样的，是因为我们有糖衣的概念。所以煮起来的时候放在碎冰上，咕老肉会外冷内热，所以你吃起来会有2种不同的层次。那你们的这样的一个创作概念是来自哪里呢？其实是冰糖葫芦，冰糖葫芦是裹着糖衣的水果。为了符合这个概念，我们放了不同各样的水果在这道菜上面。一方面是给它美观，另一方面是水果的香味，吃起来会更加新鲜。你们的这一道冰镇咕噜肉又是怎么样的定义法呢？我们的目标是给年轻人了解一下传统的中餐，所以我们给他们做出特别一点的菜。是这个定义是做得很好，因为我像我这种年轻人看了都很喜欢，吃的也很开心。那我就不客气了，继续吃了。好，继续吃，谢谢你。崔本胜，这一家煮炒店的老板呢，本身的手艺是传自他的爸爸。他听说呢，他公公那里还留下了一本烹饪秘籍哦。老板本身呢又很愿意分享，所以我相信我们可以在他那里啊找到咕噜肉的古早味。好，走。凯子们，老板，嗨，钟姐，嗨，本身，你们好。你在准备什么菜？什么？咕噜肉。咕噜肉，太好了！我们可不可以留下来慢慢欣赏你准备咕噜肉？可以啊，没有问题。偷师一下。不会，大家切磋切磋。哎呦，太谦虚了，这个老板。
OK， 所以你现在是在干嘛呢？你在？现在是把猪肉打松，炸了之后那个口感也不一样。我不是放那种 meat tenderizer 就可以了吗？那种我不喜欢放 tenderizer，就每次有咕噜油的话，就花大概2个小时的时间吧，就是在剁这个肉，就慢慢把它剁，给它松。啊，这个是你的爸爸那个时候做咕噜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做法吗？一定会这样一片一片拿来剁啊？对，可是那个时候只是用美肉，哦，可是因为梅肉的话，它比较瘦，比较干，啊，所以就放了一点飞鸡肉。飞鸡肉，对，就是在猪的肩膀那边，它带肥肉，吃了之后就有一点肥瘦参半的那个感觉。那个是你的时候传来给你的时候，对你就加飞鸡肉。对，其他的你是依照你爸爸的做法，就是每天要先剁一下肉，打松了之后才来切成小块。对，啊，大概是这样。这么大块啊！对，大块一点的话，吃起来有一个口感。好像切完之后呢，你还有什么工序？要切完了之后腌吗？还是要放粉啊？就是要腌制了。你是用什么东西腌的？其实很简单，盐、胡椒粉、酒、麻油。哦，很香，麻油跟米酒是一定要的啊。对，这个肉的话，我通常会腌制1至2天才可以用，因为要给它的味道把它吸进去。我2天后没有空来了。没问题，我有准备好的。 OK，还原的时候不是要2天？我给你2天了哈，你还原你弄好了，我才叫我啊哈，我不会等你了。哦，这个是腌了2天的，好漂亮。这是什么粉呢？普通薯粉。普通的薯粉就可以了。对，不用下点鸡蛋还是什么吗？不用，因为太过湿的话，它就会吸了太多的粉。哦，就尽量把那个粉筛掉，好然后等油滚了就直接放下去炸。哦 ，OK， 好，要炸多久呢？我父亲教我的时候是用眼睛来看，就是看那个泡泡，炸到那个泡泡没有掉就是可以了。就是差不多把火关掉，然后就给那个咕噜油浸在里面。因为如果你一直开着火去炸那个咕噜油的话，它的肉汁会流失到很快，它也很容易焦。现在你看它的泡泡越来越少了，然后开回大火，把那个多余的油分滴出来，这样的话它外面会脆，它里面的肉汁还存在。不会干呐。对，沥干油之后，下一个步骤就是下一个步骤就是可以煮了。好。等它的这个线差不多这个时候，就把它放进去。好了，你们可以出去了。好，咕噜油压好了。哦 ，OK， 好，我们去外面等吃。谢谢。谢谢师傅。哇！先吃先吃。哎，等一下，你忘记放黄梨呀？不是，从我父亲到现在，我们也没放黄梨，也只放番茄、葱、黄瓜、青葱，就这么简单。那我们来试一下啊，没有黄梨的咕噜肉。外面真的很脆，然后里面呢还是很软的。然后入口是甜的，酸味慢慢再出来。对，你会觉得那个酸味，你慢慢咬的话，它会在你的口里打转。哦，这个太神奇了，这跟那酱汁有关系吗？还是炒的方法有关系？酱汁有关系，因为我觉得白醋比较呛，而米醋它会稍微比较温和。哦，你用的是米醋。对，所以你的酱料里面有梅酱、番茄酱、米醋、盐还有糖，就是这样。就是这样。那个酱汁要先煮了之后放在锅里备用。因为你刚才看到我炒的时候火也很大，很容易焦，也没有办法把所有的东西混合在醋里面。所以它的醋啊、要梅酱煮一下啊、番茄酱全部要煮一下，然后放一边备用。那 Desmond 是师承爸爸的嘛？对所以有没有听爸爸或者其他前辈们说过，古早味的咕噜肉它需要具备一些怎么样的元素啦，或者是味道方面呢，一定是怎么样的吗？它的历史就从这里过来吧。武林秘籍登场。这个是爸爸留给你的这个食谱是吗？这个是公公传给爸爸的历史。阿公传给爸爸，爸爸传给你啊。后来因为你们要找古早味，我也找了一下，
糖醋的真正酱料应该是在这里。哇，原来是这样，很珍贵的这本书，你的景象很长，收起来，拿过来给你看。老板可以拍个照吗？可以啊，没有问题啊。你好意思啊？快点！我可以这样无私的分享了吗？其实如果分享的话，就把古早味流传了。哦，这个很大的爱心。所以爸爸留下来的你都牢牢记住了。对，其实不改的原因也是因为我有很多我爸爸以前的老顾客，有一些都已经80、90岁，可是他们来的时候，他们也跟我说，他们又是要吃回那个味道，所以变成我也不大敢改，所以从煮法到酱汁，我都没什么改过。都是跟着爸爸的。对，那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如果再不保留古早味的话，其实以现在所看到的话，很多古早味都慢慢的失传了。对，所以很珍惜，我们现在很珍惜古早味。对，我们在寻找古早味。其实也很好，让大家能够分享古早味的味道。对，在这里要谢谢 Desmond，谢谢，谢谢老板。谢谢你的分享。谢谢你们。那我们要继续把这盘咕噜肉吃光它。谢谢。我听我朋友说呢，原来这里是一个休闲俱乐部哦，而最重要的就是里面的咖啡厅最近推出了咕噜肉创意料理，我一定要去体验一下。哇，好漂亮哎！谢谢两位老板Simon还有Jeremy。这个就是你们的这个颠覆版本的咕噜肉，这个太漂亮哦，完全就是有一个体育色彩，而且也很配合你们这里足球主题的这个咖啡厅。我看一下，里面有水果，然后有冰淇淋，颜色太漂亮，很清新的感觉。那你要试试看吗？好，我就从这个先吃起哦，可以看到那个咕噜肉的那个酱汁。这个不是咕噜肉，这个是西班牙油条对吗？对了，那就是我们的 churros。哦，好特别哎！然后这个汉堡也是 churros 做的，里面是鸡肉。这真的是很特别但是呢，我们一般吃的咕噜肉就是猪肉嘛，你们用的是 churros， 可是咕噜肉是一个中式的热炒 ，churros 呢是西式的一个点心。你们怎么会想到把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料理结合在一起呢？这个是我跟 Jeremy 我的合作伙伴一起想出来的概念。对，其实我们要大家了解，这个西班牙油条 churros 其实可以做成甜的，也可以做成咸的。它不需要只是个甜品，也可以做成一个小吃，然后我们可以特做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对，因为我一直以为猪肉是长长的。对，所以好像这里我们可以做成圆形的也可以做成好像汉堡形状的。所以你们就把它弄短了，然后变成一粒一粒，视觉上就好像一粒粒的咕噜肉一样。对，因为我们这边大多数都是外地来的人，我们也要让他们尝试到自己本地的口味。所以你们的这个版本做法跟传统的咕噜肉尤其是酱汁有很多的不同吗？我们的 sauce 跟传统的没有什么不同，因为我们这餐厅不卖猪肉，我们就用 churros 来取代。酱料有糖 tomato sauce 酸梅酱，还有白醋。让我惊艳的是呢，你们的这个咕噜肉的呈现方式就是串烧啦、汉堡啦、拼盘啦，为什么会想到用这样的方法来呈现你们这个颠覆的咕噜肉呢？因为我们这个餐厅是足球主题，我们的顾客有大人也是小孩子，不管你是什么年龄，你还是可以分享这一道菜。就好像你看你的汉堡，小孩子也是喜欢吃，还有冰淇淋。是啊，因为我也是觉得咕噜肉呢，一般都是配饭的，在你们这里吃呢是配水果啦。
还有冰淇淋啊，绝对适合那些来欢度快乐时光的人，或者是一家大小在这边聚餐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分享餐。对了，这就是我们的想法 ，sharing is caring。好，那我们一起 sharing 吧。好。来。最近我上网查了一些资料，加上前辈们的分享，我发现咕噜肉是一道古老的菜肴，然后我就想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找一间历史悠久的店家来深入了解一番？有道理。我就知道呢，本地有一家将近100年历史的粤式酒家哦，可惜他们2019年的时候就结束营业了。但是我找到了他们第3代的掌门人邝师傅呢，他很愿意跟我们分享关于咕噜肉的点点滴滴。好 ，Let's go。Let's go。邝师傅，我们来了。哎，欢迎欢迎。哇，太漂亮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马上先尝一口？可以啊，一坐下来就有得吃，有得吃，多么幸福！哇，还脆啊，很脆，你听到这声音吗？恰恰的声音。这个肉太好吃了，还有外面那个酱汁，它是粘在肉上面的，太棒了。邝师傅啊，想要跟你了解一下啊，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曾经经营一家有近100年历史的酒家嘛。对。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咕噜肉的由来？这道咕噜肉将近也是100多年的历史了。之前的前身叫做糖醋里脊。糖醋里脊是一道北方菜，它的酱只是很简单，是白醋、黑醋、糖和少许的盐。那么它的肉的做法也差不多和现在这道咕噜肉酱，不过它不是脆的，它是炸了出来，就有一点起焦啊，那么就上锅去炒了。那么后来就传到了南方，因为南方有外国人多嘛，然后南方的时候那是酸甜排骨。那么外国人又不喜欢吃到有骨头的肉，那么后来他们就做这道古老肉出来。为什么他们要叫古老肉呢？因为当时的老外一加起来吃，它是 good。那么因为当时的那些厨师啊、餐厅的老板英语也不是很会，改什么名呢？就是从什么 good 就是反正 good 咕老肉这样就是这样来的。哦，这个名字。关于咕噜肉的名称由来的说法有诸多版本。咕噜肉又名古老肉，据说“古老”一词是从粤语“古鲁”一词而变而来的，而所谓的“古鲁”指的是多次用于泡制酸果，又多次加料配制而得到的酸甜酱汁。有说咕噜肉最初的版本所使用的配料是五柳菜，酸甜五柳菜是传统粤菜中独有的酱菜品种之一。早年的中国广州人以陈年腌制含有酸甜酱汁的五柳菜来拌炒酥炸猪肉，因此才将此菜品称为古鲁肉。五柳菜就是用5种蔬菜来腌制，就是桥头、酸姜、木瓜、茶瓜，还有红姜。茶瓜就是在南洋这边没有的，在广州有，它是这种小黄瓜来的。我们以前是从中国那边订过来的，我们就切成丝。木瓜也是用青的木瓜或者用熟的木瓜。酸姜就是拿纸姜，也是一片一片就是这样切丝。所以全部拿来腌啦。全部拿来腌，你要用麦芽糖和白糖煮成那个糖浆。然后放这些菜在里面腌。差不多1-2个星期就可以了。那茶瓜如果找不到的话，我可不可以用芒果来代替呢？也是可以啦。如果你再简单一点呢，我提议你去用芒果干啊，你就拿回来切丝咯，这样就可以了，不用腌，什么都不用腌，不用了，不用腌了，省很多工，省很多了。那邝师傅，所以现在如果我们想要还原这个古早味的咕噜肉，有什么一些关键的步骤我们需要掌握好的吗？咕噜肉最重要的味道是酸、甜、咸，这3种味道一定要在里面。那么古早味的酱汁啊，是有什么特别的制作方法？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有看过我的阿妈，她什么东西，她全部都是手工做的嘞，现场煮的那个酱汁也是。哦，是这样吗？对。番茄酱也是自己做的吗？对，番茄酱自己做的。哦，就新鲜的了。新鲜的，去搅烂它，然后就隔出它的皮啊，再去浓缩，煮成那个番茄酱，糖醋的酱。
非常感谢邝师傅今天抽时间来跟我们分享。谢谢你们。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这一盘咕噜肉吃下去。那好的咕噜肉啊，是要做到挂汁的，对不对？有再次提醒你啊，就是那个汁呢会留在那个肉上面，而不会留在那个盘上面。好，我们吃完它，我们就一直想着你。期待我们下一次再见面。好，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是。各位观众，我还没有开场，我的 chef 本身已经开火了。好，赶时间，赶火车。很赶时间啊！今天很多东西做吗？很多东西做哎。可是你现在是在干嘛呢？你这整罐醋酱要倒进去啊？腌那个五柳菜吗？还记得上次我们去跟邝师傅聊的时候，是啊，然后邝师傅讲说放麦芽糖会比较香甜。OK， 我帮你教，你赶快切菜，你切菜哈。切菜啊！我们今天就是要还原2种古早味。第一种就是用五柳菜炒的咕噜肉。对。另外一种呢？就是那个古早味的番茄酱、梅酱、醋、糖、盐。好，你先告诉我你要腌制。OK， 我们要腌制。五柳菜不是5样吗？啊，5样，这个是桥头嘛，然后我找不到，然后就买现成的吧。你不是说你要自己腌吗？有了，我就会腌那个红姜，然后我们有这个紫姜，然后瓜缨就是青木瓜，然后你看到这个芒果干，因为邝师傅就有讲说可以用这个芒果干来代替茶瓜，因为口感都 OK。是。OK， 我们先把那个木瓜先切一切，太多了。所以这个要切掉。你帮我切掉皮。可以，这没问题。我先把这个切成丝。哦，最好是有那个刨丝器。别想要偷懒啊！当年阿公阿嬷啦、祖先辈呢，哪里都有刨丝器，讲究的都是刀工啊，对吗？对了。OK。这个是哪一个？这个年轻的，看不出吗？年轻的有点冰冰。年轻的跟老的很明显的，一看就懂的。你害怕？这么明显，是吗？然后我们现在就先下一点盐，让它的那个水分出来。然后就把盐洗掉，然后挤干之后才可以腌。啊，原来这些东西都是要挤干的，我还以为腌就是弄好了就。你没有挤干的话，它吸不到味道。而且你没有挤干的话，它容易坏。OK， 你看切东西要排美，然后东西一次过就。帅气耶！你懂我为了这样剁，昨晚磨刀磨了2个钟头。哇，这是值得的。这个就不可以这样懂不过了。这个一定要推刀法。对，因为它质感的关系。OK， 这个也是要切片，就不用切丝了。OK， 好香，干嘛？你一边切一边看我，看漂亮吗？漂亮。花言巧语，我喜欢。OK， 这个切一切就好了啊。好了，这样切一切就好了。OK， 现在另外一个步骤就是我们要把那个菜挤干。你看它现在已经软了，因为它就是脱水了之后它就会变软，你挤它才不会断。OK， 不然刚才硬的你挤它就断了。对。然后这个红姜有一个步骤要先腌那个食用色素，先让它红这样，因为如果你直接放在醋里面那个颜色不会上。OK。然后就可以把它放在罐里面。我们就放那个醋啊、糖啊去腌它。OK， 完美。好，这样子我们可以回家了。等下2个礼拜啊，我不跟你讲了。收工了，我们今天收工了。喂，2个星期了，我回来了，你没有等到那个花儿也谢了。我等到我已经谢了，说花儿也谢了。你看好了，我很满意，有做好准备才来。对了，不过真的等2个礼拜你会死掉了。没有啦，我哪有这么短命，2个礼拜就死。没有，不吃不喝站在那边这样2个礼拜。OK， 那样行，那我是不行，撑不了。OK， 就我们的5柳菜就好了吗？齐了。然后本地古早咕噜肉呢，我就问过几个师傅嘛，他们对我说，以前他们是用番茄去煮那个番茄酱，所以我们就切几粒番茄拿去煮，然后下点盐就好了。然后我们要腌肉，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哈，你看漂亮，多漂亮，然后肥瘦相间的梅花肉，然后我们就会一次过把2道的肉一起腌好，一起弄好。因为唯一的不同就是它的酱料。好，你还记得那天我们去 Desmond 老板那边是用剁的，
然后说我们要剁到它的表面啊，散。你看这边已经松了嘛，我就来切了。切的话，师傅们都讲说没有什么讲究，随意的，可是也不可以切太小，因为切太小的话，炸了之后会干。好 ，OK， 我们是腌什么呢？很简单的，对吗？很简单，我们就有盐、白糖、胡椒粉，然后还有白酒。先不要放油，你放了油之后，它就没办法吸那个酒。对，它上面有一层油，它就吸收不了那些糖啊。对，酒啊，你看它这样啊，它就把全部的酒全部吸进去了。然后我们现在就要放麻油了。好，然后我们就这样腌。你帮我看住这个，我们2天后回来。2天嘛 ，Desmond 讲的。你有新的板凳吗？气死人！哇，钟情2天了哦。我的番茄已经烂掉了，过2天。这个是腌好的哈。腌好的。所以现在你是不是要裹粉？没有，等一下炸的时候才裹粉。所以现在我们是要切配菜。其实配菜越简单越好，有番茄，红葱是，辣椒，黄瓜，还有青葱啊，就几样哎。那汁差不多也是要好了。好，现在要过滤一下，对不对？过滤一下。就把皮拿掉，我们可以开始炸肉啦。哦，可以开始炸肉啦。对了，好期待。之前 Desmond 老板有说上了粉，然后要拍一下，不要让它有这样多粉。对，粉不要太厚啊。这个一定是用生粉的，因为生粉才会脆嘛。好了，我们可以炸了。哇，漂亮耶！你放肉的时候要这样放，因为它喷的话是喷那边不会喷到自己。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要炒酱汁了，同步进行吗？你是？对，同步进行。所以你是要先还原本地古早味的？我先做无柳的。你先做无柳。无柳的是最简单的嘛。它就是用回无柳菜的汁啊。所以你看红姜它的汁是红的嘛。等一下你炒的时候，你的咕噜肉就是红姜咯。对。我们就用回这个。哇。我们就捞一点这个放下去。好。哇，原香的五柳菜咕噜肉。好，再接再厉，还有多一道。还有多一道，我们现在是要先煮一下那个酱汁先，因为这酱汁需要再收一点点。OK。那你看我们在 Desmond 师傅那边拍的那个武林秘籍。对。所以我觉得他用这个什么鸡杂啊，鸡杂应该是比较港式的感觉，所以我们这边就不用，就用原来的那个，就是最基本的啊，然后糖就赶下，然后这个是白醋，下半碗先，然后那个酸梅酱，这个就可以全部下到完了，因为不多。是。好，就酱汁好了，完美。OK， 来配菜。那个酱汁要多一点啊。好。哇，好香哎！来肉，然后其他的配菜。好棒。好嘞，完成。还没有吃就觉得很成功嘞。谢谢，我们试试看。好。哇，真的很漂亮哦。终于完成了。是，看起来就很开心耶。这2道菜很漂亮，应该先从哪一道开始呢？原香吧。原香的。五柳菜啊，我们来搂黑一下先。好，为什么搂黑？因为五柳菜你吃那种过年的鱼生啊，是里面的那些菜来的。是，捞起来，给步步高升。步步高升，身体健康。我们来吃一吃你的咕噜肉。口感很好，它又有脆，它又有肉，然后又有那个五柳菜的爽口，会不会觉得它很像鱼生的味道？有一点哦，好像捞鱼生的那个味道这样。鱼生好吃，因为你的肉很脆。对。所以现在我们要尝一尝这一道我们本地的古早味的咕噜肉。哇，你的肉真的是很随意的切，有大有小，然后什么形状都有。是。完全不同的味道，这个是很清爽的，
这个就是熟悉的那个番茄的味道。对啊。所以这个菜跟你平时做的菜相比，然后尤其是今天要你还原这个咕噜肉，你会不会觉得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呢？它味道跟我想象的不会差太远，可是工序方面是蛮多工的。要煮那个番茄酱啊，要去腌那个五柳菜啊。其实这些想到以前我的妈妈，她煮一餐也不容易啊。他们早上5点就去巴沙买菜，回来搞了整个下午，然后就晚餐每个人回来吃。所以很难想象以前的人，对呀，他是要做，而且他们还很坚持的继续这样做下去。到了现代，我们有很多一些机器啊器材可以替代了，可是我觉得有时就失去那个古早的味道啊。我就觉得食物都是以心来做，当你很真心的去做这道菜的时候，吃的人会感受到那种诚意在这道菜。而且有些人用心，要有耐心。对。然后现在人是着急，什么都要快，所以吃的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难得今天Chef本身真的是很用心，然后很认真的去帮我们还原这2道菜。谢谢，非常感谢你。谢谢。好，我要继续吃我的咕噜肉。